我诺手不怕武器，我800班是因为我单纯不想打这英雄。我诺手怕杰斯，不是杰斯，吸血鬼。我纯吸血鬼奴隶，我打不过吸血鬼，但吸血鬼玩家太少了。如果吸血鬼玩家跟武器玩家一样的话，我是一定会搬吸血鬼，强度不在一个档次上。兰博国服玩的人也少啊，所以我不搬兰博。像兰博、吸血鬼这2个英雄很难打。掘墓人其实还好吧，虽然掘墓人入手很难打，但是还好吧，只能说。国王之死，经我之手。炸掉了呀，换血。你只怪自己没用。不能让他上2级，赶紧扛塔。他们现在知道我们要来了。这把对面其实也是个菜刀队啊。羔羊们都赶去屠场吧。这把对面其实也是个菜刀队啊，只是多了个火蓝啊，但是火蓝挺恶心。妈，我家狗又在犬窝壳，又在壳。兰博这英雄难啊，他吃拉扯啊，没那么好玩的呀。所以国服一般没兰博。啊！我家狗在猛壳啊！我操！让人们变得胆怯脆弱。杀伐的年代就在眼前，一伸手就能够到呢。兰博大招很简单，跟维克托的一样，只要兰博的拉扯有点吃。鱼，你没给他喂药吗？他一直在咳。哦，那可能是那个药的原因。你喂的是那个咳的药是吧？峡谷哪个吸血鬼厉害？国服左手的吸血鬼最猛。你童哥没赢过他，你童哥对线没赢过。哎，也不是说我没赢过吧，就我打每个吸血鬼稍微厉害一点的我都打不过，我就打不过吸血鬼。我就是打不过吸血鬼，没别的，我就是打不过吸血鬼。打不过出肉，你苟不住啊！那灰蓝的血鬼塔下站不住啊！
怒手不好打血，肯定不好打呀，怎么可能好打呢？你们段位太低了，没碰到过那种拉扯很牛逼的血鬼 ，Q 又 Q 不到，E 又 E 不到。哎，这英雄起来了，你打不回来。血鬼这英雄起来了，你怒手打不回来，就恶心在这。又他妈开眼了，老子他妈掏个怒手给他当人机打，又他妈开眼了，人家。你们这帮逼啊，是真难伺候啊，真的。我操！还有这种说法？你妈的，你真是个傻逼！我操，你这不转内圈？好啊，败类！这不 Q 加速转我内圈，我真是服了你兄弟！你 Q 往前加速的，会玩个屌！你会玩啊？你要把你童哥笑晕了呀！你要把你童哥，哎我操！完了！不笑了，错了。懦夫之死，轻如鸿毛。吃线啊！无极剑圣千人斩这一块，赶紧吃吧。就算死亡也不能禁锢我。这他妈也太亏了，杀他100多块钱。我不会屈从暴君的命令。再加1，四分五裂。武器好打血鬼，我不知道啊。杰斯肯定好打血鬼，这个是一定的。武器我不太清楚，好像不好打吧？我又不玩武器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应该是不好打。他妈的，脑子玩不过他，说是。他们建起的东西一概拦不住我。你的众神怎么不管你了？掘墓应该挺好打的吧？掘墓应该挺好打。反正我的英雄池里面，我杰斯玩的又不是很牛逼的那种，就我碰到了一个高手血鬼吧，我真啥都打不过。心里话，每个人不一样嘛，每个人怕的英雄不一样。就像你们有些玩诺手的怕鳄鱼啊，怕剑魔啊，怕婉豪，你看我都不怕的，或者怕铁男啊，或者怕杰斯啊，我都不咋怕。或者怕凯南、薇恩啊，我不咋怕，但我就怕血鬼。有些人打血鬼就比我厉害，看人的这玩意。
每个人打法不一样，就跟人每个人长得也不一样呀。你们说的那种峡谷时光王，什么上单时光，我每天打分段基本上很难拍的，我就没遇到过，我不知道哪出来的上单时光都来了，玩诺手就没遇到过。他妈第一件反曲，这是什么装备？真正的英雄以中王的没完了，我喜欢你死时的样子。你看起来有点红啊！玩个诺手吧，世界都安静了，我天哪！弱敌当前，速战速决。玩个诺手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妈练两把英雄，唧唧歪歪，唧唧歪歪，我天哪！全都拆光。为啥比赛没人拿诺手？诺手垃圾啊！这为什么顶分诺手这么少呢？你们看那些哪个诺手主播，你们觉得他上分不费劲吗？也就你童哥的诺手在国服他妈如鱼得水了，兄弟。诺手这英雄就是垃圾啊！你们肯定会说了，欧一诺，你妈欧一诺是国人吗？有几个欧一诺呢？有几个宇文诺跟欧一诺呢？是吧？全打英雄联盟玩诺手玩家总很多吧？诺手这英雄总不冷门吧？这个英雄总不冷门吧？诺手这英雄不可能冷门的，玩的人很多的，应该是全英雄联盟。哎呀，我操！你他妈怎么这么多技能？哎，出15吧。晴天拿诺手去打了 LPL 啊，你打几把呢？这不坐板凳去了吗？冷水机这一块，他不练别的英雄，他就必须冷水机啊。还有那个亚当，欧美的那个亚当，不也做冷水机去了吗？冷水机去了吗？有什么用啊？高分诺手，职业诺手，少之又少。哎，我年轻几岁，我也去打职业了，不开玩笑。我的分够的，如果我是个06年的，我也能打职业。但打职业你就得换，你不能玩诺手了，你就得换别的英雄了。啥？你打职业你就得抛弃你的绝活了。你像什么杰克纳姆，他玩德莱文，他抛弃了，你必须练别的英雄。
职业选手就得练，知道吗？你英雄值够吗？很多职业选手英雄值都不够的，他是进了之后，然后他让你去练英雄池，知道吗？不是你一去就能打职业的。不是你一去就能打职业的，他职业是这样的，他挑到你了，先认可你，不要先让你过来，然后你有熟人介绍的话，你分高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去打。但是你去打，他会安排你任务，比如你的乱个分，比如你新赛季你的乱个分，他要求你打到1800，不能玩，得玩他给你指定几个英雄，知道吗？就比如比赛常见的朗姆这种的。朗姆、魁桑提兰博，用这几个英雄打到那个分数，然后他会安排你训练赛，知道不？当你训练赛打的还可以，他就会安排你首秀了。那你首秀表现的不错，前几把表现的不错，那你后面还有上场的机会。你首秀那几把打的歪门邪道，完了你就做一辈子了，你就等别的战队来挑你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每个去打职业的基本上都是绝活，前面英雄持身是因为他后面英雄持身。知道吧？只要你分高就能打职业。分高年龄小，这2点很重要。分高年龄小，有游戏天赋。职业没你们想象的那么难打的，很多摇地摇的歪门邪道、韩服千分都上不了的，很垃圾的。但你前提得年龄小，年龄小是最关键的，知道吧？年龄这个东西是最关键的，对于职业选手来说。我千呼万唤着的战争。年纪越小，你分低一点都没关系。你就像辅助位，我跟你们讲，辅助位要求分是最低的。以前 S1-3的时候，峡谷之巅大师就可以打2队了，兄弟，就可以去青了，知道吗 ？Faker 那么大年龄，我跟你说东，你又跟我扯西边。Faker 几年打的职业，他妈是30岁打的职业吗？人家Faker是30岁打的职业吗？人家是打到了30岁，不是30岁去打的。还说鸡毛？其中有些尤其短命。我打职业吗？天堂降临。我年轻几岁，如果我去打职业，我应该是歪门邪道啊，中下游的那种选手。中下游打不到顶尖，我很清楚我跟他们那些顶级天才的差距，但我也不会太捞，不会最末，就中下吧，就中可能都摸不到，就打个职业，也就是给自己一个成绩，就这种样子的，给自己一个成就，不是成绩，打不出成绩的，我的天赋不算很高的那种。比晴可能就跟晴天差不多，歪门邪道再怎么练也就那个样子吧。中都到不了，中应该都到不了，下游。但我肯定能打，如果年轻的话，就在职业选手里面就是歪门邪道，就这么简单，歪门邪道。哎，没办法，职业里面也分，也有天赋的，也分中上等跟下等的。就像王者也有3、6、9等，你知道吗？玩落手的就是傻子，
你说话跟个傻子没区别，兄弟。你知道诺手这英雄有多难玩吗？你想一个问题没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上单主播，诺手主播这么少啊？但为什么诺手主播都能赚到钱呢？就是为什么诺手主播这么少，但玩家这么多，为什么诺手主播这么少啊？就高分，尤其高分诺手、顶分的那种诺手，为什么这么少啊？因为诺手真的不好玩，这英雄，这英雄你想玩到很牛逼，我说难听点，现在全世界玩细节、玩诺手这一块，也就是我跟那个欧一诺了。就单论诺手这一个英雄，好吧，也就我跟那个欧一诺了，还有吗？不可能有的，细节一点。生存或是死亡，很难的诺手这英雄，但是他上手不难。这是干嘛？你猜了吧？好吧。很难的，这垃圾英雄，真的垃圾英雄，拉到爆，兄弟。我坐牢吗？我在高分段玩诺手，其实坐牢算少的了。不是救星，我是杀神。跟你们这么讲吧，诺手这屌英雄就欺软怕硬，就永远记住啊！不要老抱怨诺手他妈无脑什么的，你们抱怨诺手无脑，说明你的水平不够，你的对线水平不够，你对线水平够，你就不可能怕诺手啊！欺软怕硬，这英雄就纯纯欺软怕硬的英雄，一定的欺软怕硬这一块，你就记住这句话。只能欺负那种歪门邪道的对线选手，但凡对线牛逼，你诺手就是很难玩。国王之死，哪个英雄不起来不比诺手有压迫感？诺手起来跟没起来区别不大。操，我们家 AD 经历了多层苦难了，兄弟们。哎，玩多了你就知道诺手有多垃圾了，好吧？玩多了你就知道了，诺手有多垃圾。玩多了，你碰到那种诺手不是很能欺负的那种英雄，你就发现你被他